哇哦，哇哦，太漂亮了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盖盖头。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曼谷那边还是蛮严重的，每天基本上有8-9千例新增。相对来说，清迈稍微好一点但是每天还是有20-30例新增的样子。对于刚拿到新车的我，还是按耐不住内心的躁动。所以这次我就选择一个人上山，然后我顺便也把车给磨合一下。磨合期间，我基本上是没有拉过高转。因为骑了越野车嘛，我当然想找一些越野路段，找到了一些平时我们开公路摩托无法到达的一些地方。首先，我跟大家聊一下我对 CIF 的最近这2天的骑行感受。首先，我想说，我有点后悔，我后悔怎么不早点买越野车。越野摩托真的让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一开始我说 CIF 的前刹车非常不好。可能是磨合的关系吧。通过这几天的磨合，我感觉这刹车好像还行。另外这次骑行以后，我发现越野摩托车的前刹车真的不能太好。如果刹车太好的话，你进入 off-road 的路段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困扰。首先我们说一下公路骑行的感受吧。我感觉它就像一台装了发动机的自行车，非常灵活。动力来说，300cc 的单缸虽然不说动力很澎湃吧，但是平时日常用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动力是足够的。然后我们说一下在弯道里面的感受它比我想象中的要好的很多，无论是从轮胎还是悬挂。我用正常的 Monster 骑行的方式，我在弯道里面其实没有感觉特别的晃，然后它的轮胎的抓地力也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。然后说一下越野的感受吧。因为这次我寻找的路段都是一些平时我们不走的一些非铺装路，我感觉我个人还是有点莽撞了。因为昨天晚上刚下过一场非常大的暴雨，然后路上非常的湿，非常的泥泞，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吧，后轮都是在失控打滑的一个状态。我感觉这次我一个人这样进山的话，还是有点鲁莽的。我现在要去的一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瀑布，但是对于非铺装路面的话 ，Google Map 的导航真的是非常的不准。我前后绕了好大一圈，还是没有找到哪个瀑布，因为它在山上。Google Map 一旦碰到这种非铺装路，它的准确性就非常的差。最终我找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瀑布。不过无所谓，我就当体验了一下越野的路段吧。第二个我准备去的地方是一个山洞，其实目的地倒是无所谓，我就是想试一下非铺装路面的感受。这次骑越野车进山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同一座山，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跑的这座山，但这次给我带来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通常每周我们骑公路车进山都会跑得相对来说比较快一点，然后人要比较专注一点。但这次骑越野车，我感觉更放松，更能看到两边的风景，所以我一路上不停地停车，不停地拍照。拍完照，我们继续去寻找那个山洞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挺享受这种一个人骑行的感觉。头盔里面听着音乐，然后不用特别赶路，两边可以看看风景，想停就停下来，特别舒服，特别惬意。而且现在还是疫情期间，很多人多的地方我们都尽量不要去，也不要人群聚集。所以我觉得这种骑行是在疫情期间舒压特别好的一种方式。走到这里，前面是一个大下坡，然后路又非常的窄，看一下 Google 导航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选择了步行。说实话，我走了一段路以后，真的心里有点怵，因为两边完全看不到任何一个人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山洞究竟在哪里。最终我还是决定放弃了，下次多几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探寻这个山洞吧。
虽然说吃了2次闭门羹啊，我在路上还是挺开心的，一路上沿途的风景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。然后我们要去第3个目的地，第3个目的地其实是一个山顶上的一个铁塔，应该不算铁塔吧，算一个铁架子，但是上面的风景特别的漂亮。这一路沿途还是一样，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。这一路上的心情特别矛盾哦，就是路上又有点怵，有点害怕，但是又想去那个目的地去看一下那个地方到底长什么样。最终我来到这样一条小路，泰国很多的山区里面会铺成这样2个独木桥一样的路，这是为了汽车可以上山使用的。因为谷歌地图到了这里就没法导航了，我只能凭着手机上的方向往那边走。这一路上我感觉我回到了驾校，在考摩托车驾照。视频上看上去这个路还是挺平的啊，其实它是一个上坡，一不留神就容易熄火，甚至于后轮打滑。这路越开越窄，越开越窄，我发现可能不是这条路上山，所以当下我决定掉头吧。就在掉头的时候，事情发生了。后轮打滑，然后又是个斜坡，当时我真的是精疲力尽。最后好不容易下山了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好像只有这一条路上山。于是我掉头又走上了独木桥路往山上走，到了拐弯处，不幸的事又发生了。这一路上碰到的种种问题啊，真的让我下定了决心，我要去本田的安家学校去报名一个越野班，好好去学习一下越野的技巧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越野摩托车要比公路摩托车要求的技巧，包括体力更多。经过对我的一番折磨后，我终于脱困了。其实这一路还挺有意思的啊。我们以前有句话，一路上没有碰到困难的旅途，它是没有乐趣的。就像唐僧师徒4人取经，一路上一定要经过9980一难，才能取到真经。哇哦，到了！最终今天3个目的地，我还是找到了其中的一个。而且这一个目的地真的没让我失望，山顶的风景太漂亮了。哇哦，哇哦，太漂亮了！哇，这边真的太漂亮了。上山的路真的不好走，历经9980一难，路太滑太窄，全是泥。因为昨天晚上刚下过雨，但是真的再困难，我觉得这个风景太漂亮了，视频里面跟肉眼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今天的计划应该也算成功吧。现在这个时候正好赶回家能吃个午饭。下山的路要比上山好走很多，我只要挂在档上，然后慢慢的往下走就 OK 了。终于看到公路了，我的心也定下来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这种形式的摩友日记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转发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